英国25岁帅哥浮潜，突遭巨型咸水鳄拖进深海撕咬分食，2天后只剩残骸，救援人员看完腿软。据路透社报道，25岁的罗素·哈里斯出生在英国，他自小就拥有冒险精神，热爱周游世界。当他曾去美国旅行时，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名叫詹妮弗。后来2人结婚，又搬到澳大利亚，让罗素能继续追寻自己的事业方向。他在英美矿业集团担任技术服务总监，工作地点位于澳大利亚第4大岛格鲁特岛。2005年9月，罗素前往岛的东北部，他知道那里有一片风景绝美又与世隔绝的海滩。他与詹妮弗还有一对通过工作认识的夫妻同行，路途崎岖颠簸，但当他们抵达野餐海滩时，一切都值得了。沙子细腻得像面粉，踩上去柔软又温暖，海水清澈见底，蓝得令人窒息，海湾美得像明信片。4人放下随身物品，铺开毛巾，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阳光洒在海面上，像碎金一样闪烁，海水清透得像一块蓝宝石。罗素与朋友被这片海湾深深吸引，几乎控制不住想跳进水里。他们特地带来了浮潜装备，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2名女孩留在柔软的白沙上晒太阳，而罗素和朋友兴冲冲地朝海里走去。海水从脚踝、膝盖一路没到腰部，他们戴好潜水面罩和呼吸管，深吸一口气，沉入水下。刚进入海中，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屏住呼吸。清澈的海水像玻璃一样透明，五彩斑斓的小鱼在阳光下闪着光点，像一群会发光的碎片。海葵粘附在礁石上，随着水流摇曳，仿佛在向他们招手。几条巨大的龙头鱼从海底划过，威风却又从容。这里美得不真实，仿佛一张旅游杂志的封面。没人会想到死亡正在同一片水域中悄悄移动。他们不知道，正因为这片海域太美太静，反而成了危险的完美掩体。在格鲁特岛附近下水，等于是在与顶级掠食者同场竞技。这里不仅鲨鱼常常游进浅滩，咸水鳄，澳大利亚真正的海中王者，更是绝对统治者。成年咸水鳄的体长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尺寸，它们比淡水鳄更加凶猛，更加主动攻击。在澳大利亚，每年都有2到3人被这种庞然大物袭击致伤或致死。人们总以为鳄鱼只藏在浑浊的河流、沼泽或红树林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看似平静透明的开阔海面下，他们同样潜伏着。罗素和朋友全然不知危险逼近，他们一前一后，一高一低地漂浮在水面，相距只有几码，时不时互相指着某只色彩艳丽的鱼，或潜下去靠近海底观察。然而，就在这宁静而美丽的水下世界里，一个无声、冷血、训练了2亿年捕杀技巧的顶级掠食者正悄悄锁定他们。他沿着浅滩缓慢巡游，巨大的尾巴轻轻摆动，几乎不搅动水流。他从几十米外就捕捉到了2人脚蹼带动水面产生的震动，那是他最熟悉、最致命的开餐信号。他悄无声息地贴着水底靠近，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是一条长达15英尺的成年咸水鳄，一台活生生的史前杀戮机器。它在水中的推进轻盈的几乎不真实，巨大而有力的尾巴每一次摆动都像深海里悄声发出的死讯。它正笔直朝2名仍沉浸在美景中的浮潜者逼近。罗素和朋友依旧在水面上放松漂浮，他们完全没有回头，但只要回头，只要一次，他们就能在几码外的清澈海水中看见那庞然大物正如同一枚活的鱼雷，正对他们发动致命冲锋。在这片透明的能映出阳光碎纹的海域里，鳄鱼几乎无法隐藏，但它从不依赖隐藏，它依赖的是爆发的速度、惊人的推进力，以及从背后一击必杀的突袭战术。就在鳄鱼距离他们不到2-3英尺时，罗素的朋友忽然潜入水底，去观察一群靠近海床游动的小鱼。这短短的1秒钟，使他避开了鳄鱼的攻击路径。也是在同1秒，鳄鱼发动了袭击。罗素突然感觉腰部像被卡车拽住一样，猛然一拉，剧痛和巨大的拉力让他瞬间转身。罗素本能地以为遭遇了鲨鱼，然而当他看到那触手可及的皮肤，橄榄绿色，粗糙如岩石，覆盖厚重鳞甲，恐惧像冰水一样从他的脊椎直冲头顶。那不是鲨鱼，那是一条成年咸水鳄，世界上咬合力最强、反应速度最快的顶级掠食者。下一瞬，罗素被猛地拖入水下，海水灌满鼻腔与耳朵，他彻底陷入一场毫无预警的死亡搏斗。他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反应时间。而就在他几英尺外的朋友仍安静地在海底观赏鱼群，对头顶的恐怖一无所知。在这片看似宁静如天堂般的碧蓝海湾之下，罗素正与一个拥有2亿年杀戮本能的冷血捕猎者进行一场赤裸裸的生死对决。
咸水鳄的咬合力几乎是自然界的终极武器，高达3700 psi。那一刻，它的鳄像铁质捕兽夹一样合上，死死咬住罗素的腰侧，连一丝缝隙都没有。罗素本能地去撬他的下巴，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能撬开的，这不是鲨鱼，而是一台为致命伏击而生的古老杀戮机器。冰冷粗糙的鳄皮贴在他身侧，罗素感觉自己的力气在飞快流失。突然，鳄鱼开始翻滚，那种人类无法想象的死亡旋转，它带着罗素狂暴的翻腾、扭动，搅得海水天旋地转。罗素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耳边只有水流撕裂的轰鸣。他胸腔剧痛，肺里最后一点空气正在被抖落干净。透过浑浊的水，他依稀看到几英尺上方的海面闪着光，那么近却遥不可及。在意识被黑暗吞没前一瞬，他甚至来不及再挣扎。几秒之后，罗素的朋友从水下探出头来，他甩开脸上的海水，本能地朝四周扫了一圈。下一秒，他整个人僵住了。罗素不见了，不在水面上，不在身侧，不在任何本该出现的位置。他去哪了？他的声音在喉咙里发干，他猛吸一口气，再次扎进水里，朝四面八方来回扫视。罗素的朋友潜下去又浮上来，像一只被惊吓的动物一样，在同一个区域疯狂打转，但海水清澈安静，连一丝扰动都没有。刚刚还在身旁说话指着鱼儿的人，现在就像被海洋吞没，瞬间消失。一股隐隐的恐惧开始从他的后背往上爬，他不再继续停留，迅速往岸边游去。海水在他脚踝处变浅，他踉跄着站起，呼吸急促，摘下面罩和呼吸管，用手狠狠抹掉脸上的海水，试图让自己清醒。沙滩上的2名女孩听到动静，抬起头，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罗素呢？”那句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却像是一块巨石猛然砸进他的胸口，把他彻底击溃。就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罗素不是游远了，也不是提前上岸，他出事了，而事情绝不是普通的意外。他们像疯了一样在小海湾里奔跑、呐喊、下潜，疯狂寻找任何属于罗素的痕迹。罗素的朋友几乎是嘶吼着重新冲回海里，不停地潜入、浮出，再潜入，一次次被海水呛得喘不过气，却依然不肯放弃。而留在岸上的2名女孩颤抖着拨通急救电话，声音几乎断裂。短短几分钟内，罗素的失踪就变成了一个可怕、彻底的谜团，仿佛他在平静的海面上被瞬间抹除了，没有挣扎，没有水花，没有血迹，像是有人把整段画面剪掉了一样。这根本不像鲨鱼攻击。他们开始猜测，是不是他突然溺水？是不是被暗流卷走？是不是在海底昏迷了？救援行动随即全面展开。当地原住民和矿工驾驶小船加入搜寻，呼喊着罗素的名字。警方驾驶双引擎飞机低空巡查海面，机翼几乎贴着海浪扫过，每1分钟都在提醒他们，如果罗素真的被海流带走，那他能活下来的时间只剩极少。搜索持续了整整1天，直到他失踪后的第2天清晨，才终于传来消息，在8英里西的河口，人们找到了一具浮在水边的遗体。那条河离最初的野餐海滩将近1英里。当警察靠近尸体时，一条15英尺长的巨型咸水鳄正在不远处的水面缓缓盘旋，像是在巡视，守护它隐藏起来的猎物。有人立刻意识到，他还没打算放弃罗素。罗素的伤势让所有希望瞬间破灭。他不仅遭到巨鳄的狂暴撕咬，而且明显搏斗了很久很久，指甲里有泥沙，皮肤上满是挣扎痕迹，每一道伤口都像是绝望刻出来的反抗。他拼尽了全部力量，但依然敌不过这头古老而庞大的掠食者。他的生命就在那片本以为宁静的天堂海湾被残忍夺走。当消息传回英国时，他的母亲在自家客厅直接瘫倒，哭喊着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医院并被镇静处理。更令人心碎的是，他被送医时甚至还不知道儿子是被鳄鱼袭击，他唯一听到的只有一句模糊的说法，就是他儿子在海里失踪了，可能溺水。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比溺亡更残酷100倍的真相。格鲁特岛距离北领地海岸约30公里，岛上主要居住着当地原住民瓦朗家族人，同时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富饶的锰矿储地之一。对罗素来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既能在美丽国度工作，又能享受北澳温暖的气候与迷人的海滩。格鲁特岛是许多野生动物的保护区，这里生活着83种鸟类，还有绿海龟与玳瑁的筑巢地。尽管岛西侧开采繁重，但格鲁特岛仍被视为野生动物的天堂，让所有曾来过的人都觉得它是个世外桃源。但天堂也藏着致命危险，白沙滩如鲜花般铺满海岸线，静谧的蓝绿色海水看似平和，可鲨鱼常常在海湾巡游，咸水鳄潜伏在浅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袭击。
罗素的姐姐随后飞往达尔文确认遗体，人们起初以为罗素犯下了粗心的错误，但随着悲剧被更多人得知，事实逐渐浮现，不仅罗素，他的许多同事和当地居民都听说过野餐海滩是安全的海域。罗素当然知道咸水鳄生活在这座岛上，但他也被保证那一带没有鳄鱼出现。浮潜是罗素最喜欢的爱好之一，海水如此清澈诱人，他几乎不可能抗拒下水的冲动。可若是他知道那天附近有一条巨型咸水鳄正在游弋，他绝不会踏入那片海水。